丈夫精神出轨，婚前婚后对妻子判若两人，导致妻子后悔远嫁。就算通过出轨来挽回丈夫，奈何丈夫还是无动于衷。6年的感情是不是要走到尽头了？女孩上节目主要想听听涂磊老师会怎么怒斥这段感情呢？我是冲涂磊老师来的，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话特别有道理。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我们俩的状态，我觉得凭朋友什么的都劝不了，只能说我想让他帮我看明白，我是应该离婚还是应该继续。我自己看不好。两人是曾经的大学同学，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女孩就发现自己结婚了，所以一毕业两人就结婚了。而如今女孩是想跟丈夫离婚的，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故事的男主人公小磊27岁，来自河北，是一名消防员；女主人公小莲同样来自河北。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来年一定发大财。两人刚开始的感情特别好，本以为两人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没想到自从结婚后，丈夫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对她冷淡不关心，也没有做好婆媳相处的桥梁。人家说不远千里嫁给你，要对人家好一点，可一上台，丈夫就数落到妻子。给你买了个七夕礼物，他简单看了一下，然后就放一边了。然后吧，那时候我发现了他脖子上有一块吻痕。当时你这脖子上这块印是怎么来的呀？他也没说了，他说今天特别累了，今天不想说了，那个改天再说吧。这是用多大力吸或者吻才会在脖子上留下吻痕呢？看来妻子的心已经不在丈夫身上了。一个吻痕已经暴露出妻子出轨的事实，因为在这之前，丈夫跟妻子提过多次离婚，妻子也提出很多次要离婚，双方都不想过下去了，还扬言为了孩子暂时可以不取消这张纸，可以各过各的生活。于是才有了妻子脖子上的吻痕。不管怎么说，在婚内不能以任何理由做出背叛丈夫的借口，但仔细想想，名存实亡的婚姻，妻子无处发泄心中的委屈，那只能出去寻找安慰。紧接着妻子暴露出的一幕，让全场都惊掉了下巴。你看我们现在的状态，他自己都说过了。前段时间说过一句话，他说只要能离婚怎么着都行。我说你既然这么说了，那你净身出户得了，那不行。说的不是气话。他说咱俩谁也别管谁，是吧？你爱找谁找谁，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们俩现在钱也 AA， 什么都 AA， 就是除了还进一个家门。一个这个脖子上有一个痕迹的理由，你承认了这个痕迹不是他留的，是这意思吗？我承认。妻子很坦诚地承认了吻痕是别的男人的，因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过夫妻生活了，在这如狼似虎的年纪，怎么能耐得住寂寞呢？况且当时是七夕节，就是找情人的时候。接着赵川问到男子，其实我特别想问男生，这女生爱你吧？我觉得现在她不爱我了。以前爱吧？以前爱。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一个这么爱你的女人，怎么突然经历了4年之后，就一步一步变成了这样？男子总结到自己这4年做错的事情：微信跟别的女生暧昧不清，就是所谓的精神出轨。因为跟妻子没什么话聊，跟别的女孩可以聊一宿，要是跟人家说自己有妻子还有孩子，那人家肯定不会理他的。还有就是每次吵架就会说一些过分的话，比如真后悔娶了你，一言不合就要离婚的话。前面的妻子忍受了丈夫4年，现在她终于忍不了了，而且离婚也想着是自己提出来的。丈夫还说那是在气头上说的话。接着赵川问到两人我想知道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提离婚？他第一次跟我提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大概孩子6个月，我记得5个月吧，差不多6个月，就是儿子5、6个月的时候，他第一次提出离婚。第二次提离婚是在什么时候？我提过太多次了，我记不太清楚了。你提离婚是真心想跟他离婚，还是说出来玩玩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我不会说因为不冷静我去说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你反复的在提离婚。真不是个男人，人家生完孩子几个月就要和他离婚。远嫁的女人只有丈夫一个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姐妹，还要面对婆媳关系的相处。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心疼的话，等于你这辈子都生活中绝望和失望中，有苦也不敢跟娘家讲，因为是自己的选择。那时候的女人眼里是有丈夫，而丈夫却嫌弃妻子老是黏着他，从而开始反感，到最后厌烦，再提出离婚。我想当时的妻子心里肯定很难受，所以做很多事情来挽回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没想到低声下气的卑微，换来的是丈夫变本加厉，从结婚以前一直哄着女孩，再到结婚后一直吼着妻子，这种差距让妻子痛不欲生。她决定有自己的工作，不要在家当全职妈妈了。于是很快双方过上了 AA 制的生活。接着赵川总结道，告诉我，就是你们俩只进一个门，还存着一个徐老师他们手里拿的这个结婚证，然后其他夫妻的这点都没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有多久？可能就是今年几个月吧，几个月之内，挺难缓和了。然后这就慢慢的，为什么后来坚持到现在还没有离婚？那不就是考虑孩子吗？哪个女人不是心疼孩子的妈妈呢？要不是心如死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所以现在的两人只有一张结婚证和儿子作为牵绊了。
而妻子表示，刚开始想过离婚一定要带走快5岁儿子，因为儿子是他一手一脚带大的。但现在他考虑的多了，自己要工作，自己的父母有老了不能帮他照顾小孩，所以现在要是离婚的话，他打算儿子还是要留在丈夫这里。而此时的男生紧张了，因为这么多年他提出离婚都是言不由衷的，等到真要失去那一刻，他觉得两人为了就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也不要和妻子离婚。接着赵川逼问到女子，在婚姻存续期间，你有背叛你的丈夫吗？你指的是程度严重的，我还不太严重。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背叛，你自己就按你的理解。那就是有过，因为我心里已经没有他了。女子的回答非常坦率，因为心里已经没有丈夫了，所以是真正的背叛了丈夫了。但小图觉得被一个男子逼到背板，他还是没有反省自己。妻子在乎的是什么？他不是在乎为了孩子而勉为其难的在一起，他想的是丈夫对自己的态度，平时尊重自己的付出，把他当作真正的爱人看待。一个男人把爱护宠自己的老婆，老婆爱屋及乌，对孩子还是对婆婆，都是心甘情愿付出的。但你要把他的心给伤透了，就像是破裂的镜子，不再圆了。接着赵川问到男生，如果在心里有别的男人的情况下，你觉得不可逆，但是在行为上他有别的男人，行为也不行啊，当然不行了。好吧，很多事儿已经摊在这儿了，看得也很清楚了。如果重新来，你会怎么过你们的婚姻生活？我不知道怎么着，我们俩能过好。丈夫表示自己可以接受妻子被别的男人吻过的出轨，但是不接受他的心里装着别的男人。通俗易懂来讲，就是接受肉体出轨，但不能接受精神出轨。要论精神出轨，丈夫是对别的女人情有独钟，为了别人一点点小事都能聊一宿。这时候的妻子已经哭到不想好丈夫过下去了，而丈夫却还想再次挽回这段婚姻。也许妻子只是说的气话，只是想让男子改变，回到从前那样。如果是屏幕前的你，会原谅出轨的妻子吗？你是女的，会原谅精神出轨的丈夫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谈论。接着赵川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嘉宾老师，首先出场的是苏秦老师。刚才聊到背叛这个词儿，男生表现得非常淡定，就他表示说我可以原谅，我不淡定，我知道你肯定有曾经非常抓狂过，但是到现在也淡定了。但是小伙子，我是想给你一个概念啊，你现在的状态是接受，而不代表原谅。也就是目前的这种状态下，你觉得我媳妇儿要跟我离婚了，孩子还小。苏秦老师看到了男子内心的活动，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离开妈妈的爱。另一方面就是他可以忍受妻子的背叛，但是没有原谅。说不定等孩子大一点，女子老一点的时候，男子再次拿这件事爆发出来，那将对3个人来说是更大的伤害。一段婚姻最大的实质不是离婚，而是结合后双方是否过得舒服，过得好。所以建议两人慎重考虑清楚，也不要复合。接着是曲伟老师犀利点评。在女孩还在怀孕期间，你就跟别的女人有暧昧的行为啊？老师，我打断一下，那时候就是还年轻嘛，那时候也是刚结婚。你结婚了吗？结婚了。你为什么要结婚？既然觉得年轻，为什么要结婚？你懂婚姻吗？那时候懂爱情吗？但是我现在你现在同样不懂，因为你心里根本就不爱他。如果要爱他，不可能发现自己的爱人的脖子上有吻痕，居然2天你不用去问他。换作是任何人，如果真正爱这个人的话，当时这件事就一定要有个水落石出。男生把婚姻当儿戏，明明自己有老婆，还要跟别的女孩暧昧不清，这就已经是不负责任的男人了。还有他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不在乎妻子，只是把女子当作孩子他妈，免费照顾家庭的保姆。而女孩报复丈夫的行为也是很残忍也很傻，或者脖子上的吻痕是妻子故意弄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气丈夫。没想到这个男人连这个都能忍受。曲伟给到双方可以离婚，但要对孩子负责，对孩子还一点。要是双方都能让一步，男生以自己而并不是以孩子为由重新追回女生，倒是可以来考虑不离婚。最后是女孩强烈要求听的涂磊老师的建议。男生说话呀，好像特别感悟生活，好像已经是7老8十了。其实你们2人在台上，女生所有的表现说了一句话：我背叛，我有罪，但我无所谓，因为你自私。男生也在说一句话：没关系，恕你无罪，生活本身就是平淡。涂磊老师果然点评一针见血，犀利指出双方的问题。婚姻是一种归宿，花开才能有结果，有浓烈才可能归于平淡。男方就像一个消费者，而女方就是一个商品。消费者还没有货比三家，在消费者还没有讲价的时候，商品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自贬身价。这样的商品买回家，除了冷漠的对待和束之高阁，大概不会有第2种结果。一个男人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就当了丈夫，还当了爸爸，他怎么懂得什么叫做责任呢？所以婚姻没有经历社会上的毒打后，是没有健全的责任感的。涂磊老师接着说道：而女人一而再而再而三的自降身价，那么年轻我就要嫁到你们家去，这是第1价；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还要生给你，这是第2价。
千里之外非要嫁到唐山去，这是第3讲；嫁到别人家之后，看尽脸色，还要忍气吞声，这是第4讲。一个不懂生活责任的男人和一个自降身份的两人结合，不可能会有婚姻的幸福。女生在场上大大咧咧的性格，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看就是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孩。但恰恰这样的女孩嫁给了不负责任的男人，所以才导致自己的不自重、天真烂漫的性格得不到男生的重视。在这4年的过程当中，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想用自降身价和努力的方式来让对方重视自己的感受，但你一直要，你就一直要不到。到现在基本上你说你心死了，对方是自私的，那我就不要了，我宁愿以堂而皇之的出轨的方式，也得不来你的重视。这其实说句实在话，挺自嘲的。而男生说我不在乎，出轨就出轨，生活嘛是平淡。原本以为是男生可以包容女生的出轨，其实是男生根本不在乎女生的付出，他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唯一的牵绊只有孩子。女方的感情已经死了，而男方尚未点燃，女方的这把火一直在燃烧，也烧不热男方这锅冷水，相当于热恋贴着冷屁股。退一步讲，就算两人不离婚，等哪一天男方遇到一个能燃烧他的女人时，他会毫不犹豫替换掉眼前这个女人。最后涂老师对女孩说道：生命的本质就是燃烧啊，挖平淡干嘛呀？其实还是没遇对人，你不是他的催化剂，但只是可怜了孩子。但好在都还年轻嘛，你就让他平淡去，你该燃烧你还燃烧，但是对于孩子的责任，咱们还是要负，就这样。涂磊老师点评真的字字珠玑，非常到位，希望两人听懂了涂磊苦口婆心的劝解。赵川也劝说道，女方虽说出轨了，但是她很坦荡，敢做敢当，不装也不做，但男方却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话，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人家那什么相信你。最后男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负责任，女生也不再给他机会。当男生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台上的时候，他内心应该懂得要怎么做了。他表示自己会好好养大孩子，以后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虽然女孩出轨了，但小图觉得他情有可原，不是心死了，感情绝望了，谁会这样出卖自己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屏幕前你的陪伴。如果你也有情感纠葛和想说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